北极熊的尸体被远古生物侵蚀，实验室里到处都是虫子，而被感染的女人体内的生物已经孵化，她不断向卷毛求救。卷毛担心事情败露，便残忍地杀害了女人，还谎称是女人叫他这么做的。而小黑也发现手臂上的感染并没有得到控制，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于是走进了女人的屋里。剩下的人准备去直升机，现在只有那里是安全的，但在这之前必须确认是否有人感染。卷毛开始慌了，他用枪威胁两人，并且慌忙地走了出去。两人意识到卷毛已经被感染，卷毛被逼急了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准备杀人灭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枪响，卷毛倒了下去。原来是强哥，看到父亲还活着，小爱非常开心，他们准备一把大火烧了这里，然后离开。可就在两人倒汽油时，小爱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赶紧去查看父亲的录像带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阴谋，他故意感染了远古病毒，准备把这种病毒带回去。之所以会这样做，是因为他曾多次呼吁全世界要爱护环境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。冰川融化所带来的恐怖病毒正是人类的杰作，只有扩散恐惧，人们才会清醒过来，所以他才会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。得知真相的两人想要出去时，却发现门被强哥反锁了。救援的直升机到达基地，强哥坐上了飞机。就在这时，两人破窗而出，而强哥却说他们被感染了。起飞之前，小帅抓住了飞机，但没过多久他就掉下来，当场摔死。看着同学惨死在眼前，小爱也顾不上父女感情，他抬起枪，连续扣动了扳机，驾驶员中弹，飞机瞬间失控，随着基地一起消失殆尽。小爱带着父亲的日记和录像带，想要回到城市，以自己的方式警示世人。没过多久，两架直升机出现在基地上空，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一只狗正在啃食着一只鸟，这只鸟正是北极熊旁边的那只。灾难即将再次发生。